哎，我的大胖媳妇被疑似出轨了，上了我们家快乐大本营群聊的热搜。被怀疑的出轨对象是她，咋回事呢？我妈最近吧很想她的外孙女，所以老和我老公在早上孩子上学之前视频。我妈和我老公本身聊不了天，这个说城门楼子，那个说胯骨轴子，根本对不上。有一次他俩视频，我妈就问他啥时候回来呀？那之前我老公在上网查过，就是听说这个柬埔寨有中国疫苗，所以他就跟我妈说，实在不行我就去趟柬埔寨打疫苗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结果第二天我妈跟我说，你老公也不咋想你。我问他啥时候回来，他说想先去趟意大利买衣服，然后再说回来的。然后昨天我妈突然非常严肃的给我打了电话，说城门失火了，你家大胖媳妇找了个大胖媳妇，有人了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伦敦的经济得是低迷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就我老公那么抠，怎么还能找着个人呢？这女的是觉得叫外卖攒塑料碗是男人的新鲜感吗？这人图啥呢？然后我的第二反应是，我知道我大胖媳妇不奸，但是她是怎么做到的？她是怎么做到出个轨还能被隔着大西洋的丈母娘在视频里边，在连柬埔寨和意大利都听不明白的情况下，用远程动图给逮着的呢？我就问我妈咋回事，我妈说已经连续好几个早上了，视频的时候你老公背后飘过一个女的，那长得可比你好看多了，就穿个小背心小裤衩，那火给他大的，在你家那个厨房还煮上咖啡了，拧他那个破腰，我给他嘚瑟的。那咖啡那玩意儿用煮啊？咖啡不是用水冲的吗？一袋一袋的，以为我不明白咖啡呢，一看就不是啥好饼。我一听我就明白了，我说妈，那是鲁西亚，是我们好朋友马蒂亚的女朋友。我妈说啥呀，她也不放心。我说妈，你可以不放心友谊，但是你应该放心你女婿的审美呀。你刚才不说了吗？那鲁西亚比我好看多了吗？但是你知道，咱越觉得好看的，他越觉得不好看的。当年他第一次来，你忘了吗？在饭店当着大伙面非说我长得比刘亦菲好看，服务员听着差点气死死。他审美跟咱正好是反的，你忘了吗？我妈说啊，你说这事我想起来了。那鲁西亚是安全的，要把武大郎放你家那行出事儿。鲁西亚大美人，这么一个大美人就一个苦恼，就是老整大红包，每次长都搁这地方长。完我要录他还不长了。我跟他比就一优点，我不长大红包，我长小白包，就是俗称粉刺。大包小包都可以试试自然堂这个无酸精华的刷酸面膜。我之前其实也不太懂，最近我才明白，它是用这个复合酸里边的果酸先软化老废角质，然后里边的水杨酸和二元酸帮你控油消痘，干不一样的事儿。而且问题是吧，酸这个东西它太强了，容易给皮肤给整薄了，太敏感，而且不懂得刷酸的孩子容易一下整大发劲儿，整太多。但是酸太弱吧还没效果，白整。自然堂这个面膜酸性适中，这样呢就不会刺激皮肤导致爆肥爆痘。而且它是这样式的面膜，就是量都已经给你控制好了，省得你是一个粉刷匠得刷大发劲了。我这个人小心眼儿，我总希望长得好看的人都长大包，但是毕竟我跟他确实挺好的，我也可以考虑寄给他两盒。我虽然挺放心我老公，但是我也在努力的给他找工作，找着工作就可以发签证了，有希望，希望他赶紧回来跟我们团聚，到时候我告诉你。哎，你说外国人真像说的那样不讲究孝道，不懂得惦记老人吗？我觉得吧，以我自己的观察哈，欧洲一些国家，你比如说意大利，那家庭关系还是挺近乎的。但是英语语种的国家，起码就我看着的大多数哈，确实是淡。大多数的孙辈对爷爷奶奶倒是客气吧，但是根本说不上什么惦记或者牵挂。那你说他们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是天生的漠然，是血统的野蛮，还是人性经不起英伦美食的摧残？都不是。其实他们骨子里头也是渴望被爱的。你看我大胖媳妇自己亲奶奶中间名叫啥都忘了，那跟我爷我奶奶老铁了，因为她从来没被人像我爷我奶心疼她这么心疼过，一被疼找不着北了，也是个可怜人。我是让爷爷奶奶以前就我奶身体比较好的时候，特别爱给我老公包馄饨，就是我老公这边咩咩吃，我奶那边啪啪盛。然后有一次我这大胖媳妇自己造了4大碗馄饨，完告我奶奶我吃了你4个碗，给我奶乐的一整就在楼下跟那帮老太太搁那吹。哎呀，这小孙姑娘就爱吃我这份馄饨，吃别的不行，反正一吃我这馄饨一整4个碗，那不给不行。从此我老公每次在我奶家的小区出没，你就能听见楼下那帮老太太叽叽咕咕，哎，4个碗来了4个碗，哎，这4个碗这么胖呢，肚子上像顶4个盆。后来有一年假期，我们回铁岭，我奶呢就脊柱出了毛病，就是一动就淌一身汗，那假期基本就是瘫痪在床。那是俺俩第一次回到铁岭，没吃着我奶做的饭，完我以为就这样了呢，没想到我奶给我叫到她床边，那她不起不来吗？她起不来，她枕头旁边她自己准备个小纸壳，纸壳上面放的她吃的馒头啥的。就这样，她还告我，就这2个月吧，她自己能感觉到自己越来越重，
但还没有这么重的时候，他就天天寻思，就这回小姐妹回来是不是吃不着这4个碗了。完他就能挺住的时候就起来包馄饨，就真得一天包一点。现在冰箱冷冻里头全都是馄饨。我奶告我上厨房去给我老公下，要保证小姐妹还能吃着奶奶的4个碗。哎，我这大胖媳妇哈，你平时看她贱乎乎的，哎呀，在感情流露方面小硬汉，从来不哭。就我生孩子的时候，她第一次抱住她的女儿，居然整一个你脐带挺硬啊，我差点没剪开，都没哭。但那天打开冰箱的冷冻哈，我真看着她的眼泪真是夺眶而出。完这2年呢，我爷爷开始有这么一点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状，我们都认为那这个病你也没办法。就我老公天天就磨着我爷，问他你年轻时候风流倜傥的时候你都喜欢干啥？完我爷告诉他，我当年也拉过2个月二胡，后来因为就文艺队就跳舞领队那女的老冲我飞眼儿，完这活让你奶给搅黄了。结果我老公当天给我爷买了个二胡，说要刺激他大脑，刺激他回忆。我一听这思路基本就是《情深深雨蒙蒙》里边的可云疗法，就是拿往事刺激他，不要碰我的宝宝。我奶呢本来就失眠严重，这回可有戏了。但这事儿呢也有受益人，就他家隔壁有个老太太，脑血栓后遗症正在恢复期，就应该多出去挪动一下脚步。但这老太太呢就有点懒，不爱动弹。这回好了，我爷一拉二胡他就跑，给后遗症给拉没了。我估计就照这架势，明年能报名，这就是该舞。完上次我在伦敦的时候，不收着一个必胜给我的洗衣机吗？我大胖媳妇的稀罕嘛，就说要给爷爷奶奶整一个。其实我都不用多说这玩意儿有多酷炫多高效了，一边吸尘一边拖地，干的垃圾走高效吸尘路数，湿的垃圾走吸入加脱净的路数，一趟下来各种品种的垃圾灰尘都搞定。关键是拖完地的同时，人家也就完成了擦干，老人在家也不用担心拖完的地滑容易拽。你看给我爷我奶乐的，我爷一会儿又要拉二胡副歌一首了。关键是人家必胜干完活还能自己洗澡，你清洁液往里一倒，人给自己搓干净的。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我这大胖媳妇给自己摊上点事儿。就我爸帮我爷我奶安完这玩意儿，人撂话了，说的那怎么的，就我这姑爷对我这老丈人是怎么的呀？就我就不配拥有他的问候吗？我老公太长时间没被东北人收拾了，忘了自己当年在铁岭跟东北人喝酒被喝到桌底下多少回了，膨胀了，放浪了，惨痛的教训遗忘了，骄傲了，自满了，谦卑的灵魂搁浅了。太长时间没回东北，我老公最近又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啥，结果前天在伦敦碰着了这几个东北男人，终于又被收拾了一顿。回来之后他是个什么状态呢？第二天早上眼镜找不着了，到现在我也没明白他这眼镜是怎么卡到猫厕所门上的。他是怎么喝多的呢？和他第一次来东北喝多走的是同一个自我消亡的套路。他第一次来东北上俺家吃饭，俺家人给他倒的是白酒，他一闻这味儿从来没喝过嘛，他一闻这味儿感觉太呛的了，就想换啤的。我就跟他说你把这喝完了就给你换啤的了。我老公说啊，心里寻思赶紧我把这白的喝了我就可以换啤的了。完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俺家吗？就当时还整的挺正式的，大伙儿都等着我妈提酒呢。但是外国人提酒没有客，酒杯端起来直接喝。我老公也没寻思就是他这个准丈母娘还有话要说。完我妈酒杯一端还没等说话呢，我老公嘎家2两杯就给周了。完喝完给我妈吓一跳，全桌都瞅他。完我二姨夫一看这小伙真嘎咕，就又给他买上了。完我老公就偷摸问我，不说喝完那杯白的换啤的吗？我说的那咋整？那你就这个喝完再给你换呗。但我妈这话不还没讲呢吗？这杯还没提呢吗？我妈酒杯重新一端，刚要说话，他嘎家又给周了。而且更嚣张的是，人家干完这白的，来哒哒哒哒，紧接着又干个啤的。为啥呢？人长心眼儿了，他发现桌上有啤的，就是没有人给他倒。他寻思你不给我倒，我自己倒。人自己想出这招，他不受不了白的这个挺辣挺冲的味儿吗？所以想出来这招，喝完白的紧跟着来个啤的，完用这啤的涮那个辣味儿。当时我二姨夫老姨夫相视彼此，这是个茬子，连干4两不等人，双管齐下不打奔儿。这小伙真是年轻气盛，肝嫩脾横啊！我们虽然已过盛世壮年，但却垂怜虎狼之嫌。对方打法是以皮养白，我方路数就是贩卖情怀。结果那天的结局我都没法跟你学。反正别的我不说，就到现在的饭店看着他，还让他赔当年的1缸泥鳅鱼呢。但我老公这人呢，他不长记性。前2天上这朋友家吃饭，又是一桌东北人，又是一波东北魂儿，下酒的依然是独白，贩卖的依然是情怀。人宝哥打开一瓶威士忌，问他能喝点不？我老公一看周围啥别没有，拿起个大茶缸子告人家能。然后人家于同学好心问他，你需不需要兑点饮料？他一看别人都没兑，整一个不对，费钱，
费钱。他当时那个样哈，就让我想起来我妈养那个吉娃娃，跟院里头大金毛叫嚣炸毛，结果人家金毛都没看着他，一转身一个大屁墩给他做了。结局又是相似的结局，人家那几个东北人都没事儿，赶上我老公这家伙在回去出租车上像个翻滚的大白鲸似的。人家司机问他：“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要是需要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靠边给你停下。”我老公整一个，他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想说我喝多了？媳妇儿，给他秀一下你粉丝，见一下世面。说别的都没有用，给看小数点儿。